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周一在非北部的吕宋岛拉开帷幕，美菲约9000名士兵参加为期12天的演习。军演刚开始，美方就通过媒体放话，大肆渲染此次军演为30年来最大规模。外界注意到，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观察指出，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不过，这样的战略重心似乎并不被周边国家认同。2022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重点聚焦在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演习持续12天，将于4月8号结束。双方共派出8900名军人参加，其中非军3800人，美军5100人。美国海军阿什兰号船坞登陆舰和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将参加演习，包括实施登陆演习。此外，有多架 F-16战机从日本三泽空军基地飞抵演习地点参演。始于1991年的肩并肩军演是美菲之间重要的年度联合军演。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度演习被迫取消，去年的规模则大大缩减，仅225名美军和736名非军人员参加。菲律宾总参谋长森蒂诺在周一的开幕仪式上说，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历来最大，反映了非美两国的联盟进一步深化。不过，有观察指出，此次演习的规模、参演军力、演习科目并没有特别之处。2015年第31次美菲军演参演兵力曾达到战役级的1.2万人，这次演习顶多算6年来参演人数最多的一次。不管怎么样，它接近一万人，尤其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战事比较紧的情况下，举行这么大的这个亚太地区举行这么大的军事演习，确实我觉得引起了各方的一个猜测。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美方还是菲律宾军方都表示是美菲军事同盟合作的一个这个加强的一个标志性。但是我们也看到，像菲律宾国内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实际上俄乌战争以来，菲律宾很多这个人士都在称，实际上菲律宾不应该像乌克兰那样学习，或者是被绑架在这种大国博弈的这种战车上。由于此次演习的地点包括菲律宾吕宋岛，与中国台湾岛距离较近，在美媒的报道中就刻意将美菲联合军演和台海局势挂钩。对此，菲律宾方面率先进行澄清。菲军方发言人扎加拉表示，大部分军事演习都是1年前就计划好的，并未考虑到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此外，美菲军演的两栖登陆演习计划本周在菲律宾卡加延省沿海城市克拉维里亚举行，包括实弹射击。而卡加延省省长表示，反对美菲联合军演中进行任何实弹演习，认为这不利于地区局势稳定。在俄乌战争之后呢，我觉得把台湾地区比作是乌克兰，或者是渲染中国未来可能会马上在台湾地区动手，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官选美，我觉得在混合作战或者是相互呼应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特别要提到东南亚国家，不仅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在整个这个俄乌战争中，他说要宣称的是一种中立的立场。那么不仅是对俄乌战事，实际上对台湾问题也是这样。那么实际上整个除了菲律宾以外，实际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是持这样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美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近日也进入南海，并低调访问了菲律宾。美国海军航母第3打击群司令杰弗里·安德森少将表示，此次访问是美菲两国密切合作关系的一部分。同时，美国海军的全球威慑能力旨在加强国家间的伙伴关系，确保航行和进出自由，并为相关目标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应对。实际上，这是林肯号航母今年以来第2次进入南海。今年1月初，林肯号离开美国加州圣迭戈基地，赴印太地区进行部署。1月下旬进入南海，当时该舰与卡尔文森号航母一同在南海进行所谓联合行动，期间还发生了卡尔文森搭载的 F-35C 着舰失败落入海中一事。卡尔文森随即离开南海。2月上旬，林肯也从南海驶离，进入菲律宾海。就在此次美菲军演前，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还写美媒记者，乘坐美军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上空作秀，妄加指责中国将南海岛礁军事化。外界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去年同期。今年1、2月，美军的航母打击群频频进出南海，并在南海及周边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演习。
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周日发布的美军在南海活动不完全报告引用数据指出，相较于2020年，美军2021年在南海的大部分军事行动明显增强。报告称，这大大推高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指出，即便是在乌克兰危机当前，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活动不降反增。观察指出，美军不会因为全球其他区域发生局势变化而忽视中国，其战略重心依然是印太战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美国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利用乌克兰悲剧动员东盟加入其反华的印太战略，但一些东盟成员国认为，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就指出，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因未能考虑到该地区的动态和复杂性而打了折扣。自奥巴马政府把重心转向亚洲以来，美国日益扩大关于亚太地区的地理概念，把印度洋地区纳入其中。然而，这种把亚太地区扩大为印太地区的做法，因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政策而受到削弱。该地区多元和转型的现实与美国政府维持霸权的政策相冲突。虽然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但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难以胜任这项任务。甚至他认为整个印太地区未来甚至比在这个俄乌地区来说，它对它的战略重要性会更大一些。所以可以看出，美国不断的长期的加大在印太地区，尤其是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我觉得它这种政策具有长期性。我觉得未来上对我们本地区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而很多东盟国家都多次表态，不希望在中美之间做选择题。香港南华早报周一引述印尼外长雷特诺的话说，东盟成员国不希望在中美竞争中被迫选边站队。美国需要为印太地区制定更强有力的经济议程，而不是只关注安全问题。周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包括菲律宾外长洛钦在内的4个东盟国家外长将于3月31号至4月3号分别对中国进行访问。汪文斌指出，4国外长来访再次体现了中方同东盟邻国间的亲密友好关系，以及各方对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的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一直以灵活的方式同东盟各国保持经常往来和沟通，持续深化抗疫和复苏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分析指出，中国按照计划与东盟成员国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也说明2点：首先是中国看到了美国的不良用心；其次是中国对自己的周边邻居越来越自信和放心。这种自信不是来自于中国近年来影响力的自然上升，而是因为周边国家越来越认清了美国的霸凌行为是有悖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越来越不愿上美国所谓新印太战略的贼船。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可以预见，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丛林法则和新冷战思维在全球范围内再度抬头。美国与其在亚太军事盟友将加速推进亚洲版北约的建立，但其他地区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4国安全对话机制 AUKUS 等美国主导的地区机制态度较为多元化，也更为审慎。在亚太地区构建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仍是许多国家的主流愿望。张杰表示，中国应继续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增进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合作，在国防、外交政策方面与周边国家保持及时透明的交流沟通，让周边国家更加理解中国行动和中国立场，更加愿意为地区和平发展加强合作，共同努力。